您好，请问是薛珊珊小姐吗？这里是上北医院，请您立刻到上北医院妇产科来一趟。出租车已经到您楼下了。不对呀，这里是上海，爸妈都在老家，谁在医院呀？妇产科。哎呦，谁呀？是薛珊珊小姐吧？对。好嘞，坐稳了。哎，不对。你不是薛珊珊？不是，是我是。师傅你别理我，我重新下我的大脑。薛珊珊小姐吗？来，跟我来。薛小姐来了。薛小姐，薛珊珊小姐，请你务必要救救我太太。今天只有你能够救她了，拜托了，薛小姐，拜托了。别再疼我了。拜托，薛小姐。眼睛，抱住。薛珊珊。AB 纤维杀阴性血。蛇妹和你同属血有血型，她刚进手术室，但是现在医院的血库告急，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以备不时之需。我非常愿意献血，但是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啊？说。你们是怎么知道联系我的方式啊？还有，你是谁啊？薛小姐，你是丰腾公司的员工吧？难道你培训的时候没有学过公司的创业史，也从来不上公司的网站？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丰大老板。丰腾，大老板，大老板好。我是研发部的郑奇，你总听过吧？郑奇，齐帅。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投资部的严青总经理，是我们大老板的妹夫。薛小姐，拜托了。哪位是献血者？我是。那请跟我走。薛小姐，拜托了。放心吧。再休息2个小时，如果没有什么异样，就可以离开了。好，谢谢呀。薛小姐，大半夜把你叫过来，估计你还没清醒吧？怎么样，累不累？不累，没事。明天你可以休息1天，公司给你放1天假。今天晚上累了呢，你就直接在这儿住下来了。但是住这儿好贵的。钱你就不用考虑了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献了那么多血，丰家怎么可能会亏待大恩人呢？那你先休息，我先回去了。要不要我给你把空调调小一点？不用，谢谢。那我先走了。眼睛，后面怎么样了？母子平安，真的？太好了。严总，薛小姐，你让我平安。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哎呀，不用谢，能帮到你们，我真的很开心。哎呦，没有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今天。对了，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太太。我们熊猫血的人啊，最怕出意外了。我从小过马路都特别小心，要是万一出个什么车祸的，最麻烦了。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你看里面放着这个纸条，上面就写着你太太的血型，还有你的联系方式，把它随身带在身上就好了。太贴心了。不，这我不能要，这个你太珍贵了，对你。要的。不行，没关系，绝对不能要。做
那个就行了。不行，你得收拾。收拾。冯叶江，再次感谢。进去吧。徐小姐，谢谢你。不客气。还有什么事吗？我没事了，我没事了，没事了，我走了。哎，车呢？真是，输血之前出租车守在你家门口，输完了，就好像商场里的电梯，你买东西之前呢，大门为你敞开的，等你买完东西啦，就得自己爬下去。封腾，他就是总裁。这总裁也太帅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吧？我还以为总裁应该是个严肃的老头呢。进公司这么久，也不知道大老板长什么样子。没想到在医院那么奇怪的场合里碰到了。看他那副冷冰冰、高高在上的样子，一定很不好相处。管他呢，反正以后也见不到了。其实我进丰腾还不到1个月，试用期1/3的时间都没过。5天前，我刚刚面临人生中的第1个公司月结。各位，下星期就是黄金周了，这5天呢，大家辛苦点，好。是。珊珊，这些拿去 key in 了。这些呢是出纳的账，麻烦对一下，再给陈娟，谢谢。这就是集团的月底结算吗？这阵仗也太夸张了吧！虽然我只是个财务部助理，这科室也只负责丰腾18家子公司中最小的2家公司财务。但想到这2家公司93位员工的薪水、出差费、洽工喝咖啡、打的的公关费，甚至茶水间的纸杯、上厕所的卫生纸，都得经过这部门的核对。我就觉得自己至关重要。作为最底层的员工，没点阿 Q 精神，怎么能活得下去呢？我虽然是211工程的大学毕业生，但根本就没有想过能到上海。一想到有人事主管还得看我的履历浪费时间，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竟然被丰腾集团给录用了。看来还是老妈说的对，说我天生愚钝，但是傻人有傻福。当时为了庆祝，那可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虽然大家都暗地里说我走了狗屎运，但我依然是开在狗屎里最鲜美的花一朵呀！哇，好陌生的城市。虽说我是走了狗屎运，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我真的成为丰腾集团的一份子了吗？早上好。今天我代表丰腾集团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丰腾集团，国内最大的软件公司，过半客户是欧美品牌。集团里10个有4个是从欧美日留学回来的。从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的人，可能都要从端咖啡做起。这样一个大集团，居然为我敞开大门。对于这个千古之谜，我只能理解为，一定是人事专员在打盹的时候点错了鼠标。刚才我带大家参观了我们丰腾集团，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我其实也偷偷幻想过，跟高层会是在怎样的场合下碰面，然后怎样出色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在这种顶尖优质的环境里变成高效率的女强人，然后步步高升。这种情形简直美得像个梦。不过像梦又如何？人家说做梦是年轻人的权利，青春就是资本。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就算是个财务部助理，我相信未来集团也会看到我的价值。虽然我发现我的实力不是在平地，是在地下4层。虽然我目前的价值是没日没夜的输入单据。好冷。早起来！哎呦，你起来啦！亲爱的，沙发在这儿，床在那儿，就这么几步，你不知道爬过去啊？爬过去都能睡了。你昨天加班加到几点啊？让我睡一会儿吧。哎呦，我的妈呀，宝贝儿，宝贝儿，我跟你说，你赶紧的，就你那箱子，你都1个月没收了，你再不收，我这家就让你给弄乱了。你现在还是个助理，你要是经理的话怎么办呀？我还不围你天天转。拜托，你懂什么呀？我这叫形乱神不乱。陆双怡，你有时间管我，你能不能去整理一下你那小窝啊？我这叫女作家应有的风范，你懂吗？这叫范儿，范儿。那我这还叫居安思危呢。哎呀，要是还过不了试用期，我就等着自刎乌江头吧。哎呦，你那心理素质可真差。不过呢，你有这点觉悟也对。哎，我跟你说啊，你爸妈可是风风光光把你从乡下送到上海来的，你可得给他们争气啊。至于我呢，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你呢就不许离开我，就是你嫁人了也不许离开我，听见没有？要不是你，我哪敢把简历丢到丰城啊？你要怎么补偿我加班的辛苦？我还怎么补偿你啊？我给你地儿睡，我陪你吃，陪你喝，陪你笑，我快成3陪了，我还补偿你。你不是说这期的稿费黄金周前就能结吗？有人肚子饿了，是谁呀？好了，去吃大餐，好不好？吃大餐，吃大餐。哥，你看什么看那么入神呐？不就是一挂牌吗？看那么久啊？这个挂白缝线的部分有几个大的震动，镜头也没有自动回绷，是老式的裁缝机所致。
布料也很旧，倒是挺坚固的。你怎么那么挑剔呢？这是人家妈妈做的温暖牌的挂牌，你不能拿去跟名牌比较的。哎，哥，我听言青说，薛小姐为人很热情又很单纯，你说这一次帮我们那么大个忙，我们怎么谢她呀？老习惯，支票。你太俗气了，算了算了，我自己想吧。你这个人啊，自己是雷厉风行，却帮着长辈念起旧情。我们也是15年老朋友了，我对你不好啊？哪儿好了？自从跟你回国进了风腾以后，我就跟个陀螺似的，一直没停过。咱俩谁跟谁啊？再说我这不是打球陪你放松的吗？啊，你陪我打球啊？应该是我陪你打球才是吧，风大老板。跟你逛街真扫兴。大姐，这全都是你的，还扫兴呢？我都说的是约你去吃饭的，不是去逛街的。这个街都这么多天了，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吃饭、睡觉、睡觉、吃饭。现在还陪你逛街，已经很够义气了。我跟你讲，是我陪你逛街好不好？大姐，您都快上班了，你也打扮打扮自己。你看你现在跟个道姑似的。你见过这么偷懒的道姑吗？哼，我这么天生丽质，这么难自弃，难自弃。川川啊，妈，你最近忙吗？头2天有点忙。不过现在没事了，放假了。那个，柳柳去找你了，可能还得在你那儿住上一阵子。啊，珊珊，哎呦，我是大伯母。我告诉你，我们家柳柳啊有出息了，也到上海有工作了。就是啊，太临时，找不到落脚处，我就让她临时跟你住在一起。哎呦，你们姐妹俩从小感情就好，窝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哈。不是那大伯母，我现在也住在上一家，而且那个房子有点小。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她一大早就出门了，估计啊现在快到了。这样好这样好，你们姐妹俩在上海一定要相互照应啊。哎呦，谢谢你珊珊哈。哎呦，你们珊珊长大了，懂事了。干嘛呀？我会让我们家柳柳照顾你们家珊珊的，放心吧，放心啊。谁呀？柳柳，柳柳怎么了？他来了。快点来！哎，干嘛呢你？你没认出刚才那个女孩？哦，那不是薛珊珊吗？她怎么会在这儿？哦，我看过她的资料了，她好像就住在这附近。这离公司的车程大概有1个半小时。她住这儿？很正常啊，这是郊区，房租便宜，她负担得起啊。不然你以为呢？你以为她跟踪你啊？当然不是。我只是不想让她看到我这个样子。哪个样子啊？就是穿得很休闲、很随便的样子。啊，果然是看重外表、注意形象的大 boss。你看你刚才看见薛珊珊躲那样，就跟看见旧情人似的，至于吗你？看来我们要换个球场。不必了吧，找一个好的球场多不容易啊！而且刚才薛珊珊都没认出你来，没事的啊。真的？啊。差别有这么大？嗯，判若两人。珊珊，哎，六六，你怎么跑上海来啦？没事了，你就放心住下吧。
好丢人呐！我得赶紧趁黄金周把房子给找着。你说什么呢？这房子本来就是双一他爸妈给他买的，她又是你高中学妹，咱仨都认识这么久了，净说傻话。哎，是不是自从我到上海之后，大保姆天天唠叨的你啊？哎呦，小宝贝儿啊，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你看人家珊珊，这大学一毕业呀，就到上海的大集团工作了。你呢？啊，你这还让我卖这么张老脸啊？求爹爹告奶奶的，费心费力的。以前啊，人家还都说你比人珊珊聪明，现在我看见人家珊珊爸妈，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大保姆就是喜欢唠叨。你也别生他的气，他不就是为你着急嘛。其实，说心里话，我早就想离开家，出来闯一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给他们看。你呢？最近怎么样啊？工作顺利吗？还在努力的适应当中。哎，你也知道，我没有你聪明，又没有你有本事，又没有你漂亮。不过我会努力加油的，绝对不给咱们家乡的人丢脸。好，那咱们姐妹二人就齐努力，在大上海闯出一番事业，衣锦还乡。展望未来，是的，这样，加油，加油！老板，叶董事已经在银行等你了。好。周姐，心动游戏人的公司你有没有听过？听过啊，这2年有几个不错的作品，但游戏这块儿我不是很清楚啊。我要买下的，待会儿你跟严青帮我评估一下，下午约他们的负责人过来跟我聊聊。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明白。公司名称是星度游戏软件公司是吗？好，我立刻交代下去。注意了，等会儿星度游戏软件公司的财务报表会传进来，细细瞧瞧你们负责丰腾今年的投资预算。小轩、阿佳负责并购的财务评估，陈娟你会诊一下你正式的签约书，珊珊你帮忙陈娟。哦。3小时后要拿到所有数据，听清楚没有？是。这么热闹啊！聊什么呢？你们？启善，你上几楼？21楼，谢谢啊。不客气。哎，娜娜，你什么时候戴的牙套啊？启善，今天公司高层有重要的会议要开，一定会忙得没时间吃饭的。我给你带了早餐，里面有三明治和咖啡。这么贴心啊！看上去很好吃哦，谢谢。蟋蟀。薛珊珊。你们拿这么多资料是要给谁送过去？哦，这些资料是给严总送的。太巧了，我也去找严总，给我吧，我给你们带过去。这，谢谢你啊。顺道嘛。那
这个你帮我拿到我的办公桌上去。啊，谢谢啊。好，没事没事。拜拜。心动这家公司呢，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2年业绩非常好，而且很有创意。业内的很多高层人士非常看好它。我相信，如果丰腾收购这家集团，会是一个好的故事。我们科里评估的并购金额为什么多一个0？小薛，并购金额的评估报表是你做的吧？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在签约了，怎么办？李科长，这是正确的签约书，他们刚送来，确实是多一个0啊。林科长，这个怎么办？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了？要是上面怪罪下来，可不能关我们8口的事啊。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不行，我看还得打断签约会议。这个错误的合约要是签了，赔偿我们所有人一辈子的薪水都补偿不起的。珊珊，珊珊跟郑琪很熟啊，那就找齐帅吧。对，珊珊，你去找。我跟齐帅一点都不熟的。在这危急的时刻，你说话还这么自私，我们财务部所有的命运都系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呀！是啊，赶紧啊！我有空打电话。没有人接。你这就去找人吧。你赶快去，珊珊快去啊！会议室没有预约，电梯开不了，你拿我的卡到研发部找郑琪秘书吧。快去！这个还不快去！快！拿上签约书。跑步去！齐帅从没让我保管卡，这样吧，你用我的卡去找严总的秘书，快去。Carol 刚跟我说了，那是严总是跟齐帅一起去会议室的。这样吧，我把我的卡给你，处长知道了，你去吧。果然，狗屎运就只是狗屎运而已。当你时候到了，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上断头台。对不起，是我搞错了，对不起，我打扰了。大老板，完了，我将从封家的大恩人变成封腾的大罪人。那个合同还没签吧？千万先别签，那个合同上面多了一个0，这个才是对的。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疏忽，对不起。签约已经结束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对不起，大老板，都是我的错。你还不至于给公司造成任何的损失。大 boss 刚才那句是什么意思啊？早知如此，当初我就应该献1000毫升。
放心吧，金额没错。啊？哎，不是，那个科长说这份才是真的呀，才是对的。你以为老板是谁啊？老板眼睛利得很，在签约之前就发现了，把金额改过来了，所以金额没错。放心吧，没事儿啦。公司部财务部总部客栈上的主管，还有所有的秘书，马上集合。是。虽然没有及时赶上签约，但至少不必赔上大家一辈子。不，应该是2辈子、3辈子的身家财产。但是，各部门科级以上都被抓去大检讨。啊，科长不会怪我办事不力吧？老板说，下次如果要这样奔走各科弥补错误，让我选个100米田径选手当财务助理就好。对不起。做事也不用点方法，连总务处都跑去了，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整个集团绕一圈，这是危机处理的方法吗？人事处为什么把我选好的新人给刷下去，就硬是让你进来？科长，你说什么呀？说你呢，三流大学3流水平，看起来一无是处的样子，没想到还真是一无是处。人事处吃错什么药了？你最好想想怎么度过试用期吧。哎，程娟，你说这薛珊珊到底什么来历啊？是齐帅的朋友吗？我怎么知道？但总之来历不小，要不然以他这种烂大街的学历，凭什么风腾招他进来啊？我们是风腾哎，可总你疯他了。是这样吗？哎，那为什么科长还敢对他不加以颜色啊？科长的个性你不知道啊，向来讲求实力，公事公办，越是靠关系就越反感。所以啊，15年了还是科长。但他这说的话也太重了，人家珊珊毕竟是临危受命，不容易的。哎，算了算了，他这种人啊，一身晦气，沾上点3个月都洗不掉。反正他迟早要被炒，我可不想跟他一起倒霉。哎，阿佳，杜凡，那个昨天你晚上韩剧看了没啊？看了，还挺好看的。哎，那男主角长得这么帅。哎，杜凡，你找到住的地方了没有啊？找到了，就是离公司稍微远一点，不过还是挺方便的。哦，那挺好的。好。哎呀，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有点淤血。哎呀，疼吗？还行。你们早就认识了呀？我们俩培训的那3天认识的呀。他呀现在在总务部当专员，是运胜商业大学毕业的哦。对，我是东北过来的，不像他在上海念的大学，简直就是个上海通。哎，那个你培训3天？对啊，8月底培训的3天呀。珊珊应该和我们是同一期的吧？哎，怎么我对你没什么印象？你的编号是多少？住在什么地方的？哎，我的编号是2哎。对，我先去一下。哎，去哪儿啊？哎，你没事吧？要不要贴个创可贴？哎呀，没事。我那儿有创可贴，可多了。男子汉大丈夫，一点小伤。人事处为什么把我选好的新人给刷下去，就硬是让你进来？我怎么知道？但总之来历不小，要不然以他这种烂大街的学历，凭什么风腾招他进来啊？原来
新人是要培训3天的。我没有培训，只是一通电话通知，还协商了报到时间。为什么？我还一直安慰自己呢，人事专员慧眼识珠啦，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呀。哼，现在看来，的确是。卑鄙行为杀阴性血。蛇妹和你同属血有血型，她刚进手术室，但是现在医院的血库告急，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以备不时之需。原来风腾要我做的不是财务助理，而是一头血牛。可是熊猫血哪里不好找？干嘛要在公司里养一头活牛啊？哼，好凄凉的感觉，好像是在卖血呀。原来，一切都是天大的误会。我根本就不属于风腾，不属于上海。薛珊珊，你明明就是一头血牛，你有什么资格去做奋发图强、功成名就的大梦啊？下雪啦！这是我在上海遇见的第一场雪。短短4个小时完成一个企业的收购，大家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不过这件事说到底责任在我，你也别怪他们，他们不是推卸责任，就是想找个替死鬼。这是我最生气的。大老板，这一刻，突然觉得自己是上海这部戏的女主角。你不该来这里。什么？我说你不该来这里。员工培训的时候你没有听说吗？这个地方隶属于老板办公室。我没有参加员工培训。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经过员工培训。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进风腾集团呢？公事上的问题问你主管，不是我。那上次在医院，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妹妹的血型是一样啊？集团所有员工的数据我都有权知道。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谢谢你。
冯杰，那个献血的薛小姐，在财务部是什么职务？薛珊珊，财务助理。哎，你看她今天紧张那样，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觉得她挺老实的。她除了能跑腿以外，工作表现如何？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谁会跟我们汇报一个财务助理的工作情况呢？怎么了？没事儿。反正她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血，没别的。这个我听说过。这特殊的人事聘请政策，老董事长在的时候就有了。你知道？公开的秘密嘛，人事部长告诉我的。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挑，就是说在2个应征者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他肯定选那个熊猫血。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我们又没有逼每一个员工一定要给我们献血，对不对？让集团员工给集团千金献血，这种请求本质上就是强求。但是爷爷疼孙女儿天经地义呀，而且那个薛珊珊吧也挺乐于助人的。我觉得这事儿你就别深究了，你要现在把那个政策给撤了呀，我觉得反而对将来来应征的熊猫血是不公平的。你想想啊，人事部肯定会刻意避讳吧，搞不好有实力的熊猫血反而会落选，而且说不定薛珊珊还会被开了呢。你说你这一来一回的折腾人家何必呢？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说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珊珊，这大城市车多人多的，你呀上班下班路上可要小心啊，别横冲直撞的。哎，不该拿的东西不能拿。也不要仰人鼻息。哎呦，什么不仰人鼻息啊？哦，在那个大集团里工作，能不多多少少看人脸色呀？咱们珊珊从小就不爱竞争，你不让她力争上游，还教她这种老掉牙的迂腐思想，那女儿吃亏了怎么办呢？我只求可以稳定，可以踏实的好好工作就行了。你们也别想那么多了。妈呀，从小就看你会有出息的，我说你行，你肯定行的。我女儿本来就很行的嘛。爸妈，原来集团不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录取我的，我让你们失望了。薛珊珊，你干嘛呢？过来过来过来，让我看，你别让我看。辞呈？你要辞职啊？啊？你说什么？珊珊，你是不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你想啊，这以封腾家的实力，要给他妹妹找血源，根本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至于要把一个你养在公司里吗？再说了，你这一次能抽多少血呀？这也太不符合成本了吧？珊珊啊，所以首先我觉得吧，你肯定是符合他们公司应聘的要求的。只不过碰巧你也是 AB 型2H 阴性血的人，他们才顺便请你帮忙的，这也挺合理的呀。可要真是因为这样，那为什么我没跟其他新员工一样，经过培训3天呢？哎呦，我这暴脾气！薛珊珊，你给我听好了，要换了是我，甭说献血了，我搭上半条命我都愿意进。黑土双移，本来就是。你听着啊。你的这身血是你爸妈给你的，是天生的。你能献血也是因为你爸妈给你养得好。你首先得感谢你父母，知道吗？其次，你得感谢上天眷顾你，给了你这身血，让你跟别人不一样，让你有了附加价值，总比那些靠关系走后门进公司的强吧？哎，就算你是因为这身血进去的，也不代表你就没有努力的机会啊。
我跟你说，双一说的没错，这英雄不论出处。珊珊，你太妄自菲薄了。吃。我得吃啊，不吃我怎么满血复活呀？我还要打 BOSS 呢。也对，吃啊。多吃点。下雪了。双一和柳柳说的有道理。无论如何，是命运让我有机会到上海。我没有道理妄自菲薄，只能积极向上，努力向前冲。爸妈可是风光的把我送出小镇的，我绝不能因为这点情绪打道回府，让爸妈丢面子。先生早。早，王叔。车子就备好了。好。哥，你的饭盒，怎么有2个？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薛珊珊的。她给我献了那么多血，一个人在上海又没人照顾她，所以呢，我就托厨房多做了一份。你帮我拿去公司，让秘书送给她好了。哎，那么一点小忙都不肯帮啊？王叔，麻烦你跑一趟吧。我说过，不是公司的人尽量少到公司走动。放我车上吧。来，主管早啊。早。杜凡，你也去财务部啊？是啊，我去3楼换灯管。哦。珊珊啊，你看我整天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出整个大楼，所有公司的人都不跟我打招呼，整个公司也就你这么热情跟我打招呼了。那有什么呀？就算你一直拿着这个梯子抱灯管，我都跟你打招呼。这又不代表没有力争上游的机会啊！只要你努力，这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你的跳板。多结实。结实。唉，虽然呢，我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但是我是薛珊珊。你呢，只要加油，将来一定会让公司的人都认识到你，知道你叫杜凡的，好不好？好。加油，拜拜。加油。好。是的，我是薛珊珊，没有显赫家世，没有顶级学历，更没有裙带关系。哦，可除了特殊血型，我还有打不退的干劲儿，超强的生命力，不管扎根在哪里，都会像杂草一样迅速繁殖。我要在上海活下去，只要功夫下得深，血牛也能闯出一片天。薛珊珊，加油！你怎么老是对错上当？不清楚的就要打电话问，不要自己想自己猜。你以为公司是你开的吧？啊？要不然让你当老板得了。科长，我知道错了，
科长，我马上就拿去修改，马上去联络。科长，你别生气了。谢谢科长指正。加油！珊珊最近吃错啥药了吗？怎么会科长妈妈还这么兴奋啊？大城市发现自己在科长面前不得脸了，所以现在装拼命巴结了呗。看来他的靠山也不怎么灵光啊，该不会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吧？市长，有什么重要事情？请问哪位是薛珊珊小姐？哦，珊珊。我是薛珊珊。你是珊珊？我是老板办公室的琳达。不会吧？不过就错了个出差费的数据，连高层都惊动了。这饭都不吃，端着饭盒就来抓人。这是老板让我送来的午餐。午餐？给我的。哎，谢谢啊。老板，午餐？今天不是愚人节吧？我看肯定是一盒毒盒饭把他给刺死的。这些都是补血的吧？所以说啊，之前是我错怪大老板了。其实他人还挺好的，毕竟谁也不想遇到渗血这种事儿。不过我觉得能帮得上人的感觉真好。德行，一餐就给你搞定了。切，那以后风月小姐还需要先学？抽啊，有的是学。抽啊！哎呦，这昨天还担心变成血牛呢，今天这一个饭盒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还真好打发。你要往前看。就这样。对。哎，他已经到了，这是他。啥新情况啊？什么情况？别闹啊！他叫杜凡，刚来公司，下班前他约的我就说约了你们两个。因为刚到上海没什么朋友，咱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应该无所谓吧？你看上去还挺斯文的嘛，总务部专员吧。至少也应该是个专员。就是嘛。胡说八道，专什么员？你们两个女神面，给我克制点啊，克制一点啊。还行。一会儿进去别乱说话，省得人家误会，听见没有？知道了。那我先探探去。千万不要乱说话。杜凡是第一个下班约我一起吃饭的同事，我倒是挺庆幸的，至少不是办公室里那些八卦的女同事。再怎么说，我也是个没培训过、连同期朋友都没有的人，所以我打算从杜凡开始，庖丁解牛、抛砖引玉，一步步打入风腾的人脉圈子。加油吧，薛珊珊，你的好运一步步的到了。哎呀，吃饭去啦！哎呀，珊珊，我突然发现我们好久没有约着你一起去吃饭了，对不对？珊珊，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寿司店，真的，你不是喜欢吃寿司吗？我们一起去吃寿司吧。就是。你能不能别插队啊？谁先来？我们今天把谁说？薛小姐你好，我是老板的秘书助理阿妹，这今天老板给你的饭盒。还有啊，看来饭盒送来太晚了，薛小姐你已经有约啦？没有，我们就只是路过。珊珊拿着吧。好，享用你的午餐，拜拜。甚至
连猪肝饭盒也跟着一个一个来。珊珊，接下来3天，每天中午都有饭盒，每次饭盒都有不同的秘书送。珊珊，你的而饭盒里饭菜的内容，分别是拜拜，猪肝、猪肝，还是猪肝。而且很奇怪，平常气氛沉闷的财务部，除了秘书到访外，还多了许多访客，送单据的、查账的、问问题的。小小的办公室，快到中午几乎挤满了人。珊珊，你跟老板到底什么关系？哼，你们终于开口问了。没有关系，我只是偶然间帮了老板一个小小的忙，就是任何一个人我都会愿意帮的那个忙。既然是小忙，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就是啊。哎，你快说呀！你快说！你帮老板的忙，你少忽悠了。你有一拍90年的励志片呢。就是，哎，再说，老板他为什么不给你送礼盒呢？他偏偏给你送饭盒，对啊，是为什么？哎，对的，快说，快说，快说呀！珊珊，啊，复印文件。啊，好的。哎，连话都没说。整天八卦不干正事。你们太闲了是不是啊？这如火如荼的猪肝饭盒一周，让我瞬间有了许多同事下班后的聚餐约会。哎，珊珊，我这边有特别好看的一个口红脸色，很适合你，你拿去擦擦。我香港带来的，你快点拿去擦。那当然，珊珊皮肤白，擦起来就是好看，哪像你皮肤那么黑，跟媒婆一样。我怎么了？我给你画个媒婆翅膀。谢谢啊。哎呀，你看今天这氛围特别的流光溢彩，而且我们的酒瓶都是5颜6色的，看着就觉得特别开心。那当然啦，人家珊珊不管到哪儿都是五彩缤纷，喜气洋洋。哎，对了，珊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啊，超级好看的，布灵布灵，好看吧？好贵的。是，真的很好看。哎，你看，太贵重了，对吧？这衣服真的好好看，太贵重了。我这儿也有，这是我放了好久的化妆包，标牌都还在呢。哎，我看你平常都不用的，拿去用吧。我跟你说啊，这个化妆啊，可是吸引异性的第一步。你要是感兴趣呢，可以跟我学哦。哎呦，是了，成奸化妆可比孙悟空72变还厉害。不过他卸了妆，绝对没有他化妆来的震撼哦。谢谢啊，真的特别不好意思。哎呀，不要紧的，珊珊你收下吧。来，我们再敬你珊珊啊。好，来，珊珊。春娟，这包哪弄的？杜凡，我本来应该感到高兴，却发现自己原来不是那么开心。其实我跟你说啊，公司交际应酬就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毕竟你在公司要是朋友多了的话，也挺好。以后不管干什么，彼此都是有互相照应嘛。你说的对，但是我呢，我也知道自己也都是因为托猪肝饭的福。不知道以后如果没有猪肝饭了，大家会不会把我当成朋友？啊，不过你就不一样了，至少你是在猪肝饭之前就把我当成朋友的。珊珊，你跟老板什么关系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他是老板，我们当然是共属关系了，还有什么关系啊？他送我盒饭是因为，哎，不是我故意装神秘啊，这件事情还是涉及到别人的隐私，所以我不能说。哎呀，总之是因为我帮了他一个忙，所以送盒饭是为了感谢我，别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你没有男朋友？我当然没有男朋友了，但是猪肝饭跟男朋友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不会因为老板送我猪肝饭，你就以为他是我男朋友吧？杜凡，你有没有搞错啊？如果我要真是老板的女朋友的话，再怎么说，我现在吃的应该是鹅肝吧，不应该是猪肝吧？真会说笑。所以说嘛，你说这大上海的，我想哈，咱们都是来打拼的年轻人，是吧？哎呀，你说上海城市这么大，你要说真遇上几个上心的人，还真就没有。所以吧，我想跟你说，就是。我的车来了，我的车，先走了，拜拜。哎。我还没说我喜欢你呢。柳柳，你怎么站在这儿啊？你醒了？我看到楼下你的行李，你要去哪儿啊？我今天要搬走了。搬走？嗯。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整个星期忙得风风火火的，哪有时间管我呀？我没有时间管，那你也要跟我说呀。我可以帮你搬家呀。我就那么2只皮箱，用不着你帮我啊。你真的要搬走啊？怎么？我找到房子你还不高兴啊？还想让我和你一块儿挤啊？不是，那我帮你拿行李，顺便去看看你的新家。珊珊，你别忙活了。我男朋友会来接我。男朋友？我去他那儿住。一起住？哎呀，柳柳，你不要害我呀！万一被大嬷嬷知道，我怎么向她交代啊？她肯定会掐断我的脖子的。哎呀，珊珊，你别紧张嘛。我妈她知道，还是她撮合我们的。嗯？他是我们公司总经理的儿子，叫尤成浩。我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就想着我能嫁入豪门呢。她整天就和我念叨：“哎呦，小宝贝儿啊，你这念书太辛苦了，你工作这么辛苦有什么用啊？你要是能嫁给总经理的儿子啊，你就算是摔断了腿，下辈子也不用愁了。”对对对，大嬷嬷就是这样的。老妈我呀，也可以颐养天年了，用点心，知不知道？虽然你有打断腿的志向，可是我还是会心疼你。哎呀，有什么好心疼的？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哎呀，抱抱抱抱。哎呦。那我就在这等你啊。好，一会儿见。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家门口接你啊？双人家也不难找。哎呀，我就是想等再稳定点，再介绍你们认识嘛。哦。那你喜欢尤成浩吗？不算讨厌吧，有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柳柳啊，就算大伯母想撮合你们，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还是可以拒绝的。你都来上海了，怕什么？就是尤成浩带我来上海的嘛。你放心吧，你堂姐还是很有魅力的，她对我还是不错的。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会委屈自己的人，是吧？你最有魅力，你最坚强，最独立。哎呦，
你干嘛呀？看到谁了？我们大老板。大老板？哪个呀？就投篮的那个。哎，他平时不穿西装，还真看不太出来。不过身边跟着齐帅呢，就能认出来。齐帅。我们集团的创意总监，公司的人都管他叫齐帅。啊，接个电话。齐帅。喂。薛珊珊，叫你呢。这女孩真上道啊！这样我就不用重新找篮球场了。你在干嘛？啊，随便看看。再虐你一拳。来呀！谁呀？啊！你喜欢那个郑琦吧？哪有啊？不错哦，我们家珊珊眼光还是很好的，年轻有为，而且我感觉得出来，她对你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吗？哎，堂姐，你以前不是说像我这种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要头脑没头脑的女生，有哪个男生会注意到我啊？不是你说的吗？那都是我多久以前说的话呀？你怎么还记得？你要记恨我一辈子啊？跟你开玩笑的。不过说真的，人家可是创意总监，怎么会看上我呢？啊，我最多就是花痴一下，欣赏一下就够了。不过郑琦要真变成你男朋友的话，那你真是比我强太多了。堂姐，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啊，这永远都是不可能的事。哎，这个车啊，那个改天我们一起吃饭啊，我先走了，还有好多东西收拾呢啊。哎，不用我帮你吗？不用啦。哎。走啦，拜拜，拜。路上小心电话扣我啊！拜拜。什么呀，这个家伙，目中无人的样子。还是齐帅好，人家可是创意总监，却亲切得很，跟冬天的太阳似的。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igure there's another lacking in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amazed, shine in the other sid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哎呀，
珊珊。啊。今天我给你送盒饭，谢谢。还有，昨天我跟老板，谢谢你帮忙啊，苹果给你。帮什么忙呀？够机灵。行了，你们吃饭去吧。好，谢谢。帮忙？你又帮老板什么忙了呀？就是呀，怎么每次都能帮忙呢？我能帮什么忙啊？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啊？你胡说什么？我听不懂，是什么来头？我去吃饭了。切！珊珊，接下来2天的饭盒都是由阿妹送的。上次被科长骂过，这几天午餐时间安静多了。只是我感觉自己更像是动物园里会吃猪肝的熊猫。我每天都期待今天没饭盒了，可是也不敢去问要送到什么时候，免得大 boss 还以为我在讨饭盒。何况这天天都吃猪肝，没办法了，我特别交代阿梅，如果当天还有饭盒，就提前告诉我。风腾，你放心吧，这是风腾跨足度假村的第一步。你叶伯伯我肯定会给风腾带来最大的商机。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你爷爷还在，肯定也会高兴。学生发财，爷爷肯定高兴。叶伯是爷爷的得意门生，为集团劳心劳力付出了这么多，风腾当然不会空待叶伯。我想爷爷当然会很高兴。这几年心脏不好，医生都劝我退休了。可我怎么能为了个人的利益抛下恩师的事业呢？风腾，你说对不对？叶伯说的是啊，您真的辛苦了。但是叶伯也要保重身体啊，万一您身体真的出了什么事情，风腾可是担待不起。你早点自立，我可以去享福喽。设计都已经差不多了，过2天我派人拿来给你看看。等第一批款项下来，凤腾啊，叶伯刚刚说到，等第一笔款项下来。对，等第一批款项下来，我们选个黄道节日去破土。这是风腾的大事，我们得一定办得热热闹闹的。太好了，吃的像猪一样，也没有人会抗拒。风腾，你怎么心不在焉呢？刚刚叶伯真的是健忘了，你说这破土之事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在公司你看似稳重，但毕竟还孩子心性。看样子啊，我还要替你爷爷多看守你一阵子喽。如果没什么大事，那我就走了，啊。慢走。哎。出买电灵店，快伸手看小太阳，伸手买电灵
你今天胃口好像很好哦。哎，哥，我改天办满月酒的喜宴，你要不要带合适的女伴出席啊？哎，要不然我们找那个3C 的千金 Sabrina， 她好像跟你在美国交情还不错哈。不行哎，咱们已经2年没跟他们合作了，这样请他有点唐突吧？那没有办法嘛，我们大哥平时又不交际，一时半会也没办法去找女伴。有个办法，找咱们副总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可以带着。那不行，我们物色的大哥未必喜欢。我哥可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大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要不然就请萨布瑞娜过来，他不一直说要来中国走动走动，我无所谓啊。你怎么就那么无所谓嘛？哦，我吃饱了。咱们真的要请 Sabrina 来满月酒啊？看什么看？吃饭。家里的事啊，就让我一个人头疼吧。下午会议流程是部门主管汇报，之后营销部也会提报明年年度计划。去珊珊，加油！风腾，你饿了？不是，我说你刚刚望着饭盒傻笑什么？我只是在想，叶伯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短时间内不用再看到他那张脸，我心情好。你说那个叶伯都已经那么大岁数，心脏都马上要罢工了，还是那么的贪得无厌。如果人可以简单一点，单纯一点，再稍微容易满足一点，就好比每天有一份这样好吃的盒饭，就很知足。盒饭？我说你今儿没事吧你？我只是想说，哪怕是一份简单的饭，只要你用心去吃，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滋味。听你这话，好像是在暗示什么呀？不过我怎么好像听不懂呢？没事，继续吧。好吧，晚上在香格里拉饭店北商联谊会的聚餐要竞选会长。
谁点的呀？别动！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精心的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生这么好的再烧个火炉啊！还是我太幸运了，一定是我太幸运。无论职位高低、分工不同，都将受到充分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公司给予每个员工同等的机会，鼓励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为员工制定出与公司发展步调一致的个人年度的工作计划。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身边。守在你的身边，直到